今年这个暑期档有点热闹哦。据说这2部7月对打，这2部6月对打。先来看白鹿和陈都灵这组，这2部剧不仅大概率会在同一天播出，而且更刺激的是，2部都是 S 加级古装权谋大剧，不是小打小闹，是真正的正面对打。先说说故事亮点。我听说骊山书院的人都特别聪明，但是夜里收一收你的聪明。莫离，女主叶离是骊山后人，表面嫁给残疾王爷，实际上婚后开始暗中复仇。当年加害骊山的人一个个被清算，男主看似荒唐，实则暗中搅局，筹谋篡位。2个人一边互相试探，一边卷入权谋博弈，最后从对立走向生死相依，典型双强加复仇加权谋结构。再看乔楚，女主是将军之女，本来要被当成政治牺牲品，结果靠脑子硬生生翻盘。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男主，从小兵一路扶持到大将军，2人联手破局，挫败阴谋，也是双强，但更偏成长线加事业线。说白了，2部剧在大框架上属于同一个赛道，所以在故事这一项上基本打平。预告质感方面，莫离明显偏大制作路线，镜头、服化、调度、细节都更稳。毕竟导演是林玉芬、花千骨、三生三世这种级别的作品都出自他手，属于古偶真神级导演。反观乔楚，整体质感不差，但更偏实用型，没有特别炸的视觉记忆点。导演杨龙是有能力的，去年和陈都灵合作的《宴回时》也有不错反馈，但如果放在正面对打里，我绝对还是看好林玉芬。演员与阵容方面，莫离这边白鹿加程磊属于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组合，特别是白鹿主演剧集的热度和播放量就没有失手过。男主程磊流量人气差一点，但没关系，反正主扛的也不是他。其他配角还有这些演员。乔楚则是陈都灵家与他平番的周逸然，论资历论实际论路人认可度，周逸然怎么能和陈都灵相提并论？这么明显的女频剧也要抢平番，真得很尴尬啊。当然配角阵容也有。原著方面，莫离的原著《盛世嫡妃》本身就是100万收藏级 IP， 作者凤清也是潇湘白金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这部剧已经被迪士尼拿下全球发行。再看乔楚，改编自楚后，作者同样是起点白金 ，IP 强度不输。编剧这边，莫离的赵娜属于稳，和导演演员都有合作经验，是一个不会出大问题的环节。乔楚的编剧李明经验是有，但改编效果见仁见智。小结下来，这一组故事打平 ，IP 打平，阵容吗？2女主其实我都喜欢，但要是加一个林玉芬导演，我就义无反顾站莫离。再来看另一组更抓马的对打，这一秒过火和野狗骨头。但说实话，这2部剧就不是同一赛道，一个是民国背景，一个是现代年代，一个偏偶像剧，一个更接近纪实向爱情剧，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必要硬放在一起比较。那为什么网友和平台还是要把他们拉出来对打？原因这是张凌赫 vs 宋威龙，这2位内娱双子星，最近他们粉丝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相当深入，只要把他们放在同一个话题里，热度和讨论度基本就不用担心。要说这2部剧唯一的相同点，大体上就是都在走极致拉扯路线。这一秒过火走的是民国乱世家叔嫂禁忌恋家，强制爱家复仇。剧情是男主少年落难被女主所救，结果反手害得女主家破人亡。多年后重逢，一个成了冷峻少帅，一个成了背负血仇的孤女。再加上准大嫂身份接近男主，直接开启叔嫂文学。但问题也很明显，民国爱情十有9悲，假死、复仇、拉扯、强制爱，全给你堆满。张凌赫加王楚然2大浓颜精致系同框，视觉就已经很有冲击力。而且还有付辛博演大哥，只能说这慕容家基因是真的好，配角阵容也都是俊男美女。再看野狗骨头，年代加爱情加悬疑加救赎。我有了一个哥哥，我多了个妹妹。那你之前走的时候，你考虑过我吗？而且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。
宋威龙加张静怡，一个野狗，一个骨头，从小相依为命，伪兄妹设定，自带情感基础。中间一场纵火案把两人拆散，多年后重逢，一起查走私案，边查案边谈感情。而且预告一看就很明显，年代氛围拉满。更关键的是，导演刘俊杰何以笙箫默就是他拍的，那种极致拉扯感没跑了。编剧改编上也顺当下审美，把原著中的撕逼关系改成了女性互助。宋威龙浓颜帅哥，棱角分明，其实蛮适合这种糙汉文学。张静怡被网友称为地母系美女，的确比很多小花都适合演这种落地感很强的电视剧。当然，该剧的配角阵容也不差。但如果真要让我预测，抛开剧集质量，个人觉得这一秒过火，无论是热度还是剧集成绩应该会更好。一方面是播出平台的天然优势，这一秒过火，爱奇艺加腾讯联播，双平台预约量破560万。野狗骨头则是芒果 TV， 预约量刚刚破100万，除非大爆，日活上和那两个平台就不是一个量级。另一方面，有了前面双平台联手打造逐玉的先例，再加上已经爆火的张凌赫和更有话题度的王楚然，这一秒过火从开拍路透开始，热度就没断过。那接下来就看野狗骨头的口碑能否力压了。总之就是一个更炸，一个更耐看，看你喜欢哪个类型了。当然了，但现在一切都只是纸面实力，真正能不能爆还得看播出效果。那问题来了，如果真的正面对打，你更看好哪一部？评论区聊聊吧。